这是爷爷30年前建的2000平小院，我裸辞回村，准备用1年时间改造成梦想中的婚房。今天是改造院子的第1天，翻个底儿朝天。这棵法桐树从我记事起就在这儿，但是爷爷说这棵树有30多年树龄，不舍得伐掉，只好移栽到院子门口。姑父今天过来帮忙剪树枝，可以保证成活率。挖肯定是挖不动了，找了台挖掘机，15分钟就完活。枣树和葡萄树都不甜，每年落一地烂果子，打扫起来非常麻烦，还是决定伐了。这里的竹子满院子扎根，暂时也挖了，后面再找地方种。这根电线杆废弃了很多年，对，你没看错，我家院子里有一根电线杆，今天也一起挖了。砸碎里面的钢筋还可以卖掉。就这样，为了改造梦想中的婚房小院，把爷爷院子里能挖的都挖了。明天工人开始施工，关注我，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。今天是裸辞回村改造爷爷2000平小院的第3天，一大早沙子、红砖、水泥都送了过来，院内依然很乱。大叔们把旧墙上一些还能用的红砖清理平整，经历了30多年风雨的红砖，很多都完好无损，可真是坚强。因为砂浆很容易失水，把红砖和墙壁用水多浇了2遍，这样可以让砂浆和红砖的结合度更高。看着大叔们忙成一团，我突然也心头一热，梦想中的婚房怎么能少得了自己的参与？亲自动手为梦想中的婚房添砖加瓦，将拆除大门时留下的挂钩割掉，方便后面抹水泥。6、7个大叔踩在墙头上，很快就把墙砌了起来。墙头承载的是他们疲倦的身体，但越来越高的墙壁承载的却是整个小院未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。墙砌起来后，大叔们又用水泥将墙面一点点抹平，仿佛把我内心的躁动不安也慢慢抚平。望着平整黝黑的墙面，是那么的安静深沉。爷爷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院子中度过吗？一代人终将老去，但总有人正年轻。我的生活也即将从这个小院开始，静谧深沉，但肯定少不了快乐和幸福。突然想起了围城，外面的人可以进来，但我却不想出去。欢迎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。今天是裸辞改造爷爷2000平小院的第4天，但今天我想讲讲关于父亲的故事。3个月前，我决定裸辞回村改造爷爷的院子，但院子的改造难度远超我的想象。就在我束手无策、没有进展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之前的话很少。回来后并没有与我商量很多小院的规划，仿佛不管不顾，让我大胆去搞。但父亲一切的行动都浮现在我的眼中，收拾着厨房里的杂物，和工人一起干活，给房子换上新的电线。在世人眼中，父亲好像一直都是这样严肃的形象，要说的很少，要做的很多，把深沉的爱都藏进心里。可在我的记忆里不是这样，是一声声听腻的呼唤，是一次次仔细的叮嘱。父亲从不吝啬语言的表达，所有的爱都溢于言表。山不言自慰，海不言自深，年少不懂父爱深，读懂已不再少年。如果说母爱是避风的港湾，那父爱便像载我们出海的船，以把我们推向远方的方式拥我们入怀。今天要把老旧的厨房翻新一遍，奶奶在这里做了30多年的饭，这是整个小院最有烟火气的地方。如今的厨房在时间的长河中变得破旧不堪，被烟熏的墙壁已经看不出它原本的样子，碰一下便有大片的墙皮脱落，煤气灶的架子也都已经锈烂掉了，布满层层的案板也都快要散掉，包括柴火灶也统统都要拆掉。拆下的大铁锅布满了一层厚厚的底灰。小时候过年，奶奶都是在这口锅里煮水饺，下锅之前都要让我放一挂鞭炮。饺子出锅的第1碗，奶奶总是盛得满满的，取一双筷子，嘴里念叨着什么。我问奶奶，她说第1碗要让老天爷先吃。这扇已经褪色的木门，奶奶开关了无数遍，充满了太多的烟火气与数不清的回忆，实在是舍不得丢掉，准备拆下来翻新一下。斑驳的墙壁也用水泥修补了一下。都清理完毕后，地面上还要全部铺上瓷砖。厨房里面一下子焕然一新，空间也变得明亮宽敞起来。雨季也快要到了，防水防漏必然要做好，又将房里修缮了一下。就这样，等屋里地面与水泥全部干掉之后，就可以恢复小院的烟火气息了。欢迎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。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裸辞回村改造爷爷2000平小院做婚房，今天在二手市场花了1000块淘回来2扇窗户，准备把东房和西房的窗户都换掉。之前的窗户都是80、90年代的风格，一个木质的框架和6扇方方正正的玻璃。窗户的拆除也很是麻烦，工人大叔先是把镶入墙里的框架一点点的砸开，然后又在屋里面一阵捣鼓，伴随着锤子的声音，窗户整扇掉了下来。接下来便是新窗户的安装，断桥铝的材质，中间夹了一层很厚的玻璃，所以整扇窗户特别的沉，大概有个200多斤。4个大叔分别抬着窗户的4个角，这扇200多斤的窗户就在他们手中架了起来。因为大小不是很合适，大叔又在窗户下面垫了一根木棍，调整到合适的位置才进行加固，最后用水泥把多余的缝隙填补好，窗户这才安装完毕。今天的大叔们很是辛苦，但想一下，他们哪天不是如此辛苦呢？在这个村子辛劳了大半辈子，和年轻人相比，
他们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县城。村子里修建房屋的时候，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。任何房屋的问题，在他们手中都能迎刃而解。但是谁又敢小瞧他们呢？这片土地怎么能少得了他们呢？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他们也终将老去，一辈子脚踏实地、淳朴又勤恳的在这片大地上挥洒着汗水。多年后，这些房子会告诉大家，欢迎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。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今天是个大工程，建造化粪池。爷爷的小院原本是没有化粪池的，非常不方便。前2天在厕所的下方挖了一个2米长的大坑，今天把池壁和底部加固一下，然后盖上楼板就行了。为了保持化粪池的封闭性和防渗漏，再用水泥全部硬化了一遍。等水泥凝固，就可以上盖板了。水泥盖板是西院闲置的，单是一块就有400-500斤。大叔们先是把2根钢管插进盖板里面做支撑，但过程中依然很吃力。抬起来那一刻，大叔们满脸通红，路面也不平整，走起来一脚深一脚浅，很是缓慢。还有2块盖板在院子外面。这次用车推着走就省力很多，几人轮换着，中途休息了几次，调换了好几次位置，才将4块盖板放到了化粪池上方。这一刻，他们肩挑日月，手转乾坤，用力气和行动体现着他们的精神，用自己的汗水创造着我们的幸福。他们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。在这里，因有了这个城市最勤劳的人们，升起了太阳，也升起了希望。欢迎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。我是张院长，院子不远。今天要改造一个特殊的地方——迎门墙。迎门墙有的地方叫影壁，是正对着大门的一堵墙，这是从古至今留下来的古典建筑之一。有了这面墙，可以聚气，给家人和事业带来好运气。原来的小院内也有一面迎门墙，因为款式不是很好看，决定随着迎门墙一点点升高，院子仿佛一下活了过来。迎门墙正对着东方，每天太阳升起，第一缕阳光就会照射在墙上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墙上没有想好画什么图案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提提意见。下午还有点时间，把院子的每个角落都修缮了一下，之后再刷上白色的墙漆。这段时间收到了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。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今天是裸辞回村改造爷爷2000平小院的第9天，今天给爷爷的小院搓了个背。小院外墙的改造已经接近尾声，但施工过后留下了很多的废料需要清理，这些小活就没有麻烦工人，找了个推车把不要的废料一车车清理干净。然后又对墙壁淋了水，你是不是也很好奇为什么给新墙面淋水？我听工人说这么做对墙壁好。中午刚过，挖掘机的轰鸣声就响彻了整个院子，开始了小院的筹备工作。院子里面很凌乱，杂草、碎砖、破瓦到处都是。从院墙开始可以看到很多树根，人工很难挖得动，包括犄角旮旯整个的翻跑了一遍。院子里原先硬化的水泥地也推平了，过几天再重新硬化一遍。房子的左右2侧留下了空地，准备种草坪。院墙的下方也预留了花池和排水道的位置，提前把坑挖出来，方便明天垒花池。为了不耽误第2天的进度，院子的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晚上。挖掘机开启了大灯，叔叔又开了一辆农机3轮，把院内多余的渣土全部运了出去。10点左右，今天的工作也终于结束，院子彻底被掀翻了，改造依然在继续。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。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见过2000平的婚房吗？我裸辞回村，准备用1年时间把爷爷30年前的小院改造成理想中的婚房。女朋友一直有一个愿望，能在我们的院子里。今天要在南墙建一个花池，从门口到迎门墙。昨天贴着院墙挖了一条沟，修理平整之后，垫了一些石头打底，然后开始垒起来。同时在花墙的外侧也修了一条暗沟，因为花池和院子都需要排水，防止雨天积水。同时门外也挖了一条很深的水沟，用来埋管道。这里残留了2棵树桩，树长了很多年，树根已经生长到了院墙的下面。挖机也是很小心的往外跑。然后就是下放管道，为了防止堵塞，管道选了很粗的波纹管，从院门口一直铺到了河中。工人也是很用心的处理，过门的管道用砖砌上，这样更耐压。门旁也修了一个沉淀池，用来过滤雨水中的杂质。
最后封土填埋管道。花池子修到了一半，因为明天要给地面做硬化，确定不了地面的高度，和工人商量过后，决定先硬化地面，再确定花池的高度。我已经迫不及待鲜花开满整面墙的样子了。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，我是张院长。今天的工程量很大，要把门口到院内的空地全部硬化一遍。本来是计划用石板通铺，但因为太贵超出了预算，而且铺石板的施工要好几天才能完成。后来干脆用商灰全部打成水泥地。为了保持院内的平整，同时可以节省一些水泥，先把院内有些凹陷的地方用土和小砖块垫平，再用水把地面浇一遍，直到土地变得有些泥泞，这样水泥可以更好的与土地融合。上午搅拌车到了，车真的非常大，必须要用3轮车往院子里运。门口的部分就更直接了，直接在搅拌车里倾倒水。接下来就是地面凿平工作了。工人大叔先是用一根木封稍微平整了一下，门口的地方更是直接穿着雨靴踩在水泥里。下午等地面凝固，直接上了机器打磨。泥浆一般的地面就这么在他们手中一点点光滑起来。打磨光滑的地面必须要淋水，附上塑料薄膜，可以起到保水作用，避免地面开裂。等地面凝固1周就可以安装大门了。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，我是张院长。院子的院，女朋友说要过来住几天，但是洗澡间一直没有做好。和工人师傅约好时间，一大早就带着工具和材料过来安装了。这个洗澡间是和女朋友一起选的，集装箱的造型颜值高，安装很方便，门窗都是现成的，彩钢材质，中间夹了一层厚厚的防火棉，挑选的颜色也比较贴合小院的整体风格。师傅量好了地基尺寸之后，并对材料进行了切割。先是底座搭建，根据底座的大小和院墙的高度，确定洗手间整体的位置和大小。板面之间有凹槽，可以拼接和嵌入，然后再用焊机焊接好。顶部同样需要焊接。整体框架安装完成后，抬高了3厘米左右，用来地面铺地砖。我把洗手间分成了2间，一间是厕所，另一间是洗澡和洗衣服的地方。洗手间的内外都要打上胶，内白外黑，用来密封和防水。水电的铺设也不是很复杂，老式的电闸线路已经老化，拆掉用了新的电线。为了更好的绝缘和防止磨损，用黑色的软管把整条线包了起来，贴着墙壁挖了一条沟，把电线埋进去，接到洗手间里。水管也是同样走的地下，入水管、排水管、热水管道全部都要预埋好，贴上瓷砖，装上热水器，女朋友就方便洗澡了。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，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为了完成女朋友的田园梦想，我准备用1年时间把爷爷30年前的小院改造成理想中的婚房。厨房里的东西都清出去之后，很空旷。30多年过去了，墙壁满是斑驳，显得很脏。今天要给厨房的墙壁刷上大白。清理施工留下的灰尘，去掉墙上的钉子，扫去窗沿上的土灰。
涂料买的是桶装的，倒入大盆里搅拌均匀，整体呈这样稀粒的液体状就可以了。叔叔和我一起找了2根长竹竿，打磨平整之后，把滚筒刷套在上面，工具就搞好了。刷子在盆里面一蘸，在墙上一滚，一片白色就流了下来。整个过程很是治愈，小学的一篇课文，刷子里刷完墙身上没有任何白点，我是万万做不到的。尤其是屋顶最难刷。一间房，我和叔叔2个人忙活了一上午，墙还没刷完，女朋友买的热水器送到了。网购家电可以送货下乡，真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。当天下单，第2天就送到了，还免费安装，很方便。热水器要挂在洗手间的墙壁上，师傅很熟练，定位、打孔、安装、接管道一气呵成。最后把功能调试好，今天就可以洗上热水澡了。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学院的成长，我是张院长。院子的院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给银围墙封顶，特意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，请来了2位老师傅。封顶要用的瓦足足有6种不同的类型，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。2位老师傅先把脚手架搭起来，用红砖把顶的形状垒出来，然后用水泥覆盖抹平。整体形状出来之后，就是用不同的瓦去拼出屋基的形状。各种形状的瓦片被2位老师傅放置在不同的地方，最终的样子一点点的呈现在眼前。在我们当地有个习俗，封顶要放鞭炮，然后给师傅吃糖。见者都有份儿，又甜又喜。最后在顶上挂2条红绳，图个好彩头。风吹着红绳不断飘动，像是宣示着自己的喜悦。之后又把没有完工的花池垒起来，刮上一层水泥。这么长的花池，准备做一面花墙，还没想好种什么品种的花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提提意见。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学院的成长，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1年时间改造成离今天要在院子里面修一条小路，这条小路直通西院，把整片空地间隔成了2块，可以大面积的种些花和草坪。小路上铺的是这样的石板，在市场上买了70块，刨出来一些土，垫上沙灰，把石板一块块的铺上去。西院里面还有很多闲置的砖，给花池做一个花边。女朋友也跑过来帮忙，和我一起垒花边。这样，整个小院就被划出了区域，2块空地可以分别种些东西。又给每块空地松了松土，把多余的土全部填到花池里面，铲平铺匀。当时硬化地面的时候，特意让师傅在门口留了一块小空地，里面的土质很好，翻一遍土，把夹杂在里面的小石头都挑了出去。然后在外面找了几块青砖，把这一块小空地也给围了起来。
3块空地都整理出来了，明天再去花卉市场买点草坪铺上。大家也可以推荐比较好的品种。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。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昨天我去花卉市场准备买些草皮，买草皮的时候很有意思。市场的大爷正好有一些铺剩下的四季青，都准备晒干了烧掉，恰巧被我赶上了。这么多的四季青，大爷说烧了太可惜，种又没地方种，只要20块让我带回去，而且特别热心的帮我清理了出来，和我一起装上车子。回到家，先把草皮一块块拿出来晾着，浇透水。然后开始清理这片空地。土松一遍，浇上水，把草皮一片片铺了上去。市场的大爷说，只要浇透水都能活，24天内不要缺水。铺完用铁锹拍一拍，压实，可以更好的扎根。最后这块地没铺完，剩了一块空地，后面再给它补上。草有点干吧，但是效果还不错。过段时间，这块地就会变成一片绿色了。做完草坪，去拿了一个快递，买的花到了。蓝色阴雨、果子阳台和欧洲木球球，苗情大家看怎么样？先放着缓苗，过2天再给它换盆或者地栽。晚上女朋友说还有一个包裹，决定还是搬回家踏实。这是长藤的粉色龙沙宝石，很大2颗，换了好几个位置才装下。依然要放着缓苗，过2天把它地栽在花圃门。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，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是前段时间种了2棵桂花树，爷爷说在院子里种桂花树好，桂花开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香的。姑姑家要搬迁，院子里这2棵桂花树都给了我，一棵是8月桂，树龄有9年，另一棵是金桂。据姑父说，这棵金桂是04年我表弟出生的时候种下的。先从这棵小的8月桂开始刨，树根扎得很深，而且这个位置很尴尬，不好施展。我们也是很小心的把土刨开，尽量不去伤害太多的根系。我要把这棵树扛起来。刚把第1棵树挖出来，手就已经磨出了茧子，所以必须要找几个帮手过来。这棵金桂更大一些，虽然地方好施展，但这里的土非常硬。几个人轮换了好几次，实在挖不动了，直接上机械。朋友的拖车有脚机，准备尝试一下硬拉。果然还是机械好用。天已经很晚了，5个人抬上拖车拉回小院了。小院的树坑已经准备好了，树一到就抓紧栽了进去，一棵在院内，另一棵在院门口。可能你会好奇，为什么要种在门口一棵？桂花树在我们这儿是很少见的品种，院子门口的路是村里人必经之路，所以我想让每个经过院子的人都可以闻到桂花香。
让每个走过这条路的人都对这个院子记忆深刻。等到8月花开时，桂花香就会充满整个院子。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，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今天我给小院换装，把院子的墙壁全部喷成白色。上次给厨房刷涂料，因为没有经验，既做到了费时，又做到了费力。这次吸取经验，特地借了一台喷涂机。喷涂料的机器还是第一次见，用清水把喷涂机的管道清洗一遍，插入搅拌好的涂料，放出空气就可以开工了。机器的喷涂范围还是很大的，喷出来的涂料也很均匀，很快一面墙就变成了白色。迎门墙和花池也要换装，和表弟一起用砂纸把迎门墙表层打磨干净，然后用水冲洗灰尘。花池也是一样，冲掉上面的土，等水干了就可以喷涂了。看着师傅喷得这么解压，我自然也要亲自尝试一下。很快，整个院子变成了一片白色，一下子干净多了。最后又把剩余的涂料把不均匀的地方补喷了一遍。喷完涂料的机子要把管子冲洗干净，凝固了就会堵住。院子已经变得越来越有样了。从网上另外，西院还是一片废墟，这边才是一个大工程。我既可以规划一下。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，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在农村有一个种满花的院子，到底有多快乐？最近买的花都陆陆续续到了，种类有很多，稍微整理了一下。本是龙沙宝石、无尽夏绣球、风车茉莉、白木香。前几天和女朋友搬回家的粉龙，今天要种在院子的外墙，明年就可以爬满整面墙。搭配着桂花树，洁白的墙壁上爬满鲜花，生机一片。劳累的一天过去，满身疲惫的村民路过此地，看着墙上的花朵，心情在此刻也能够感受到一丝丝放松吧。大门两侧种了2棵红叶石楠，这种石楠并不会开花，也不会有臭味。春天新叶子是红色的，夏天高温的时候，叶子就会变成亮绿色。门口的花池也由原来的方形改成了半圆。又种上了黄金庆典月季。西院小门两侧种的也是粉龙，等长大就可以做成一个花拱门了。小院墙壁爬满鲜花，满园芬芳的日子就要到来了。村民散步路过小院，来院中坐坐，喝一壶茶，看着满院的花墙，聊着日常的琐事。农村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想小院的成长，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最近一直在考虑怎样把小院变得更好看，然后一股脑在网上买了这么多月季，决定把小院全部种满。营养土肯定少不了，又看了一眼余额，忍住了，决定从网上买配料，自己来搭配。买了几个花盆，把其中的几颗换盆摆起来，另外一些直接地栽。然后就是配置营养土、泥炭土、粗叶壳、松林、羊粪肥、珍珠岩，还有必不可少的奥氯和小药。最后加点泥土，按照一定比例搭配好。粗叶壳需要提前用水泡开，冲洗几遍去掉盐分，最后全部掺和均匀。需要换花盆的，带着原来的土直接移栽到新盆里，贴上营养土。
地栽的就更简单了，刨完坑之后撒一把奥绿，然后直接种进去。这颗欧洲木绣球也种在了地上。长大后就是这个样子。最后把所有种的花都浇水，一定要浇透，让根系全部接触到水，提高吸收养分的效率。改造还在继续，但我依然相信小院会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变成理想中的样子。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阳小院的成长，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说干就干，第2天就把师傅约了过来。小院之前是有一口水井的，但是很多年没用，已经抽不出水了。打井的师傅说，老井对着窗户，要换一个位置。师傅又说，进门有水，水生财，这个花池是个好位置。没有进门有水，没有大门口也好，大门口明显挖。定下位置后，把月底先挖出来，开始准备打井需要的工具。爷爷和我讲，很早之前，这个院子下面是一条古河道，后来河道改道了，被爷爷垫成了院子，所以院子里出的水特别的甜，甚至村里做豆腐的人家也会从这里接水。现在打井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了，打了19米深就找到了水槽，整个过程只用了半个多小时。把水管顺入井里，装上电泵。电泵是全自动的，只要打开水龙头就会工作。这个就是自动的。刚出的水会带着泥浆，很浑浊，大约要抽水2天左右，水才会清澈。这些水也没有浪费，全部用来浇草坪。有了水井，确实比之前方便多了。感谢大家一起见证梦小园的成长，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在2000平婚房里种满花是什么体验？现在改造的过程跟我原先预想的根本不一样。前几天种的花虽然都已经发芽了，但长得很乱，过几天可能就要长疯了。就像这2颗粉龙，按照现在的长势，根本成不了理想中的花拱门，必须要修剪了。花枝具体要剪去哪一部分，我也不清楚，害怕把它们剪坏，就去搜了一下花枝的修剪知识。像这样的就必须要剪掉，因为这些花枝只是长叶子，并不会开花，还会抢夺其他部分的养分。要做成花拱门，就要保证枝条向上生长。正好西院有很多竹竿，可以用来做牵引。那些竹子都是之前家里的竹子砍下来的，然后用铁丝沿着竹竿把枝条固定好。长到一定高度就可以搭架子，再让花枝沿着拱门的方向生长。这棵木香让我心里很是忐忑，自从种上就没有发芽，叶子也都枯掉了。商家说根部没有变黑，可以把枯叶全部摘掉，浇点水，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，希望可以长起来。门口的黄金庆典也要修剪一下，现在已经交织到一起了，剪掉一些枝条，用石头把花枝侧压，等生长方向固定，再把石头拿掉。院外种的粉龙长势也非常喜人，竟然还有蝴蝶围着飞舞，粉团也长出了新芽，又在墙边种了一棵藤北冰杉。花池也该填上土了，这个地方我一直是比较头疼。10几米的花池，种一些什么花好呢？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已经1个月了，桂花树也绿满了枝头，院内一片欣欣向荣。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陪伴，有你们，相信未来的小院会越来越好。我是张院长，院子的院。目前为止所改造的样子，院子的外墙种满了花，旁边的路是进村子的必经之路，所以在这里种了棵桂花树，还有很多爬藤的月季。但长成花墙还需要时间，进门就是迎门墙，现在还是光秃秃的大白墙，没有装饰。旁边是一个花池，还没有种花，但是种在地上的黄金庆典已经长得很旺盛了。厨房门口的月季已经开花了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这片空地也被我妈妈种上了黄瓜和大葱，草坪也长起来了。这边也是留下的空地，路两边的绣球花明显长大了许多，还有一棵开了花。桂花树下撒上了草籽，
经过半个多月才长出了一点点小芽。西院还有一片空地没有清理，这边的房子更是破旧不堪，门窗破烂也更加严重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想好如何下手。本以为所有事情都会按部就班慢慢实现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只要前进，就有一堆困难等在前方。我也很是迷茫。小院的在农村生活必不可少的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花池，面积并不算大，从东到西大概有10平米。小院的花池是我的重点改造对象，一直没有想好变成什么样子。当时垒花池的时候，就想顺着墙壁做一个长条形状的花墙，花可以顺着花池需要很多的土填起来，而且对土质也有一定的要求。院外有很大的一片空地，空地上长满了草，土质应该还不错。前2天刚下过雨，土还挺松软，挖起来也不费力。找一辆电动3轮车拉土，要比小推车省力多了。花池填到一半又开始下雨了，现在的天气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刚刚还是大太阳，现在就下雨了。第2天再继续的时候，又变成了大太阳，真的太热了。顶个天陆陆续续拉了10几车，才把花池填满。花池里面的土需要平整一下，里面掺杂了很多石块和木棍，只要看见我就想全部挑出来。过几天再把花种上，这个花池就完工了。一直想在小院里的这片空地上种上草坪，这样夏天傍晚就可以和女朋友在草坪上一起吃着西瓜，看场露天电影了。于是，在花卉市场捡漏，花了20块买到了这一大片草皮。第一次种草没有经验，翻了翻土就把草皮铺上了。刚种上的效果确实很好看，草坪长得也越来越茂盛。没想到的是，一场大雨过后，草坪里面竟然长出了很多杂草，每隔2、3天就要拔一次，还会长出这样的穗出来，看着很不美观。不知道是不是草坪的品种原因，杂草多花点时间清理还是可以忍受的。直到前几天连续强降雨，草坪开始慢慢变得枯黄，有的地方甚至直接秃掉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做排水的原因，被水淹了烂了根，还是因为杂草太多阻挡了草坪的生长。现在草坪变成了这个样子，还能救回来吗？我又在网上买了一些草籽，看到很多网友撒的草籽，这试一试的心态，先买了1斤撒在桂花树下面的空地上，看看长势怎么样。每天浇2遍水，细心照料，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，草也只长出了这么一点点。和商家沟通，告诉我土，没想到种草还这么复杂，全网种个草都能翻车的，可能也就我一个了。院子里还有这么一大片空地，本来想着全部铺上草坪，现在看来还不如全部种满香菜。改造2000平小院做婚房，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月季花，一轮的月季花已经枯萎了。今天给月季来一次秋剪，修剪可以促进新芽的生长，保持株形的美观和健康。这并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只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耐心。从花朵往下一片叶子剪掉，有枯萎或病变的叶子也要摘掉，以免影响其他部分的健康。这棵果子阳台开得很漂亮，而且花期长，一朵花可以出很多种颜色。由于很长时间没有打理，花盆里长了很多杂草，下面还有刚长出来的笋芽。忙活了1个多小时，盆栽的都剪好了，清理一下现场，去看看地栽的月季。这2棵果子阳台种上之后，一直没有长起来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外墙的粉楼已经长得很高了，长大之后可以做成花墙，墙围也长大了，用竹竿牵引到墙上。这个园艺绑扎带特别方便，自带一个剪刀，用多少剪多少，一点都不浪费。在理想中的小院里，每年都能够欣赏到无数美丽的花朵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修剪月季花的过程，也为小院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。